有人說他是諸葛亮唯一的对手，也是唯一能与他并肩的人。也有人说他不過是一个名声大过实力的空架子。这个人用命帮刘備夺得了益州，最後死在攻城的混戰。他死的時候才36歲。在之後的歲月裡，每當劉備提起他的名字時，都會當場流淚。他就是鳳雛。哈嘍，大家好，我是 Carlo， 今天我們來聊龐統龐士元。龐統字士元，荊州襄陽人，179年出生，比諸葛亮大2歲。他出身荊州豪族龐氏，這個家族史書沒有詳細的記載，但他的叔父龐德公是當時荊州最頂尖的名士之一。關於龐德公在當時的地位，就這麼說吧，但凡是有點名氣的讀書人到了荊州，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就是去龐德公家打個招呼，刷一下存在感。據說司馬徽是那裡的常客，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殊不令止。也就是說，連諸葛亮每次去見龐德公都要跪在床下行大禮，德公殊不令止。行此大禮，我德公受之無愧。這就是龐德公的地位，不是官，不是將，但你不去拜訪他，好像就沒有入圈一樣。龐德公平時就住在漢水邊，躬耕於襄陽。劉表好幾次請他出來當官，都被拒絕了。他是真正做到了不求聞達於諸侯。劉表忍不住問他：“你這滿腹經綸，不出仕為官，以後留什麼給子孫後人呢？”龐德公淡定地說：“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世人皆疑之以危，今獨疑之以安。雖所疑不同，未為無所疑也。”世人追逐名利，把名利當遺產留給子孫，但同時也把危險一起留給了他們。而我呢？看似什麼都沒留給子孫，但我能確保他們在這個亂世能安居樂業的過一輩子。各位，這段話表面上是在聊遺產，本質上就是在問一個問題：你拼命追求的東西，最後到底是在保護你，還是在傷害你？此後，龐德公徹底隱居，再也沒有出來了。我們從這裡基本上可以看出龐統整個家族的氣質。這家人有想法有格局，但對於名利保持着一種高度清醒的距離感。這種家庭氛圍也深刻影響了後來龐統的處事方式。史書記載，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樸是指樸實，鈍是指遲鈍。也就是說，這個人小時候話不多，不善言辭，走到人群裡就是一個悶葫蘆，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才能。街坊鄰居大概都覺得這個孩子太老實了，不大聰明，恐怕是以後沒有什麼大出息。但只有龐德公不這麼看，龐德公甚至給龐統起了一個綽號，就叫鳳雛。鳳我們都知道是一種神鳥，雛就是還沒有長大，意思就是說此時的龐統就是一隻沒有長大的鳳凰。三國志記載，徐庶對劉備推薦諸葛亮的時候說：“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原文沒有記載龐統鳳雛這個稱號，但根據《襄陽記·先賢傳》中的記載，這個臥龍鳳雛也包括司馬徽的水鏡的稱號，都是龐德公起的。畢竟龐德公是當時荊州最權威的人才認證機構，就像當年許紹評價曹操一樣：“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在那個年代，人才是需要找專家做背書的，而龐德公就是那個專家。幾年以後，龐德公正式將18歲的龐統推薦給了司馬徽。龐統去拜見司馬徽的時候，當時司馬徽正在樹上採桑葉，兩個人一個在樹上，一個在樹下，從白天聊到了黑夜。桑樹的影子從西邊拉到了東邊，兩個人的話滔滔不絕。司馬徽越聊越震驚，最後從樹上下來，給了龐統一句話：“南州士之冠冕。”你就是荊州的 No.1。從這個時候開始，龐統算是正式出道。沒過多久，龐統被南郡太守徵辟為公曹，相當於人事主管。在這個崗位上，他充當了一個和事佬，經常言過其實的去誇讚別人。時間一長，有人就看不下去了，然後就跑過來質問他說：“小龐啊，你評價別人總是言過其實，不講實事求是啊，你這違背了咱們黨中央的核心價值觀呀。”龐統的回答，《三國志》原文：“今播實施武，猶得其半，而可以從慢事教，使有志者自立，不亦可乎？”
現在天下大亂，禮崩樂壞，好人少，壞人多。我這樣做是想樹立一個正確的價值觀，讓大家去仰慕、去學習。就算我誇獎的10個人裡有5個人是言過其實的，那至少還有1半是準的。這樣能激勵那些有志氣的人以此自立，難道不行嗎？這個邏輯放到今天好像也沒毛病。龐統注重的是社會效果，他不是在為個人利益說好話，他是在用正向激勵來修復一個已經爛掉的社會風氣。不過老闆肯定是不喜歡這樣的風潮，這種做法也是有代價的。如果你推薦錯了人，而這個人後來又出現了問題，那企業同樣也是会付出相应的代價，而你也是要承担相應的責任。不過龐統這麼做，說明他願意承擔這個風險，畢竟他對自己的眼光是有着相當程度的自信。摸得一手好魚。赤壁之戰打完，周瑜就要去取南郡，任南郡太守。這裡要糾正一個演繹的錯誤，連環計跟龐統沒有任何關係。史書裡赤壁之戰的連環計是曹操一拍腦門做的決定，跟龐統無關。龐統也根本沒有參與赤壁之戰。周瑜取南郡以後，因為龐統在荊州名聲太大，當地人都敬服他，便徵召他為公曹，把南郡日常的政務都托付給了龐統處理。210年，周瑜在西征的途中病逝，年僅36歲。周瑜死後，龐統親自護送靈柩回到了東吳。這一趟去東吳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龐統在東吳的名聲早就傳開了。當他辦完喪事準備返回荊州的時候，送行的陣仗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陸績、顧紹、權崇這些江東最頂尖的青年才俊全部聚集到了倉門外相送。為什麼龐統這麼受歡迎？因為龐統素有知人之名，火遍了整個荊州，所以大家都想在龐統那裡得到一個較高的讚譽。這龐統也不客氣，他對這些護送他的人一一做了評價。他評價人也有意思，比如他說陸績是馬，千里馬；顧紹是牛，負重致遠，職業牛馬，天選打工人。不過這顧紹就不滿了，他說：“你說我是牛，陸績是馬，意思是我不如他？”龐統搖了搖頭，他說：“這馬雖然跑得快，但它始終只能乘坐1個人。你這頭牛一天雖然只能走30里，但你能背負的可不止1人之重。你顧紹是有承擔更大局面的氣量。”緊接着顧紹又問：“那您看我和您相比，誰厲害一些？”龐統說：“陶冶世俗，品評人物，我不如你。但若論為帝王出謀策劃，籌劃軍國大事，我或許要勝你一籌。”顧紹聽完之後，不但不惱，反而大為折服，從此與龐統深交。龐統回到荊州，此時荊州的主公已經換成了劉備，而此時諸葛亮正是劉備帳下最得意的軍師，所以龐統此時去投奔，並沒有得到劉備的重視。史書記載，以從事守耒陽令，就是給他安排了一個百里小縣的縣令，結果在任上不理政務，被免職了。這裡和演義不同，小說裡龐統擺爛，結果張飛前去問訊，結果龐統半天就處理完了百日積壓的公務。雖說是杜撰的情節，但其實也是有原型的。這個爽文是從蔣琬身上移過來的。關於蔣琬以後我們会專門聊。正史裡很簡單，龐統由於擺爛，直接被免職了。對於龐統來說，縣令這種重複性的日常瑣事，價值隱蔽，做得再好也不容易看見。畢竟他是要做一個論帝王之策的人，所以在他眼裡，縣令這種職務，他是有很大的抵觸情緒的。沒過多久，轉機就來了。魯肅專程寫信給劉備，原文是：“龐士元非百里才也，實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斬其計足啊。”也就是說，龐統不是一個管小縣的人，你得給他治中別駕這種級別的職位，他才能真正的把才能發揮出來。龐統當知縣，大材小用。隨後，諸葛亮也在劉備的面前極力推薦，劉備這才把龐統招了回來。2個人深談一番，劉備當場震驚，立刻任命龐統為治中從事，不久與諸葛亮並列為軍師中郎將，其地位也僅次於諸葛亮。劉備這個人在用人上有一個顯著的特點，他不太看重名氣，他看重的是實際接觸之後的判斷。其實此時龐統的名氣遠超當年諸葛亮在隆中的名氣，
劉備不可能不知道，但劉備一開始沒有特別重視，或者說他是想給一個縣令，讓他先從基層考察一下，哪曉得人家根本不吃這一套。就像20年前你和我說 iPhone 名氣大，那好不好用，摔一下不就知道了？摔完之後，你看還是我手上的諾基亞好用吧？哎，就是這個邏輯。這蘋果貓它不抓老鼠。當然，劉備的另一個優點就是他能通過簡單的溝通就能迅速察覺出這個人的價值。一旦認定你是人才，他會毫不猶豫的重用。這一點也比當時很多諸侯都要好。緊接着，這裡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劉備問龐統：“你曾經是周瑜的功曹，我當年去東吳，聽說周瑜要暗中勸孫權把我給扣了，有這回事嗎？”哎，你在軍為君，輕騎無影，現在你是我的人了，可別瞞着我哈。龐統直接回答：“確有此事。”劉備長嘆一口氣，看來我算是撿回了一條命。這天下有智謀的人，想法果然所見略同。這孔明當年勸我不要去，看來此誠出於險途，此非萬全之計也。這段對話的有趣點在哪？有人說劉備這裡其實是在試探龐統，你曾經在想害我的人手下幹過，我需要確認你現在是否真心效忠於我。尤其是那句在軍為君，輕騎無影，明顯帶有警告的意味。但其實我認為還有一種解读，劉備是想通過這件事情告訴龐統，你不用有心理包袱，咱們把話說開。你雖然之前是周瑜的手下，但我依然能給你最充分的信任。建安16年，西元211年，劉備以助劉璋拒張魯為名，率步騎10000人入益州。龐統隨行，諸葛亮、關羽、張飛留守荊州。在入川之前，劉備最大的心理障礙不是軍事，而是他自己的心理防線。此時，張松、法正都已經主動來當內線了，可以說奪取益州已經擺在眼前。但劉備猶豫了，劉璋是漢室宗親，請我入蜀是讓我來幫他抵御張魯的，我現在要奪他的地盤，這跟我的人設完全不符。我要是這麼做的，那和那曹賊還有何區別？我的作風應該是，凡是曹老板做出的決策，我都要堅決反对；凡是曹老板做的指示，我都要始終不渝的堅決抵制。哎，梅雨操反，事乃可成。結果龐統給了他一擊要害的回答：亂世裡不能只守着一套做法，咱們把益州打下來以後，再善待劉璋，這就是仁義。今天你不取益州，遲早是要落入別人之手，到那個時候你什麼都沒有了。哎，你不拿就是曹操了。為了不讓曹操拿，所以你得拿。主公，您這可是忍辱負重啊！老實人在亂世裡是没有出路的。打下來再講道理，這才是真正的權變。這番話等於是幫劉備推倒了他給自己建的那道道德高牆。隨後，劉備下定決心進川。所以通過這件事情，我一直覺得龐統對劉備最大的價值不是那幾條具體的計策，而是他能激發劉備性格裡的狠。諸葛亮給劉備的是制度，是穩定，是長遠的戰略框架。而龐統給劉備的是在關鍵的時刻打破束縛、敢於下手的那股勁。一個集團既需要諸葛亮，同樣也需要龐統，臥龍鳳雛，缺一不可。劉備入川以後，龐統給出了那條著名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暗選精兵，晝夜兼程，直取成都。劉璋不懂軍事，又沒有防備，一舉可定。中策以荊州有急為由，假裝要撤軍，誘殺守將楊懷、高沛，奪起兵，再向成都進軍。下策就是退回白帝城，連引荊州，再慢慢圖謀。最後，劉備選擇了中策。上策太險，下策等於白來。我們聽劉備分析一下他為什麼選中策。首先，上策直取成都，聽起来很猛，但問題是益州關隘重重，劉備的軍隊在沒有後援、沒有地圖、沒有內應的情況下，打閃電戰是真的沒有把握。此时的張松已死，法正也來到了劉備的身邊。劉備認為益州沒有那麼好拿，這更像是一場軍事豪賭，而不是深思熟慮的謀略。至於下策退回白帝城，說實話，這是撤退方案，基本上算是放棄了奪取益州。
所以劉備採納中策，平心而論，也是大多數人會選擇的一個方案。龐統是一個頂級的戰略顧問，或許在他心裡，他也明白劉備應該會選中策，所以他用上策和下策這兩種極端的方式去刺激，讓劉備能夠迅速、快速的下定決心。這算是精準地把握了劉備的心理。中策執行得很順利，劉備很快拿下了涪城。涪城是益州的交通枢紐之一，拿下了這裡等於打開了成都的大門。劉備大擺慶功宴，得意間对龐統說：“今日之會，可謂樂矣。今天太開心了，你說是不是？”結果龐統冷冷地回了一句：“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你把人家的地盤打了，還是你同眾的地盤，這不仗義。而且你還把这種事情當作快樂來慶祝，這不好。劉備當場就變臉，大怒：“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難道武王不算仁義？老子打了一輩子仗，就不能好好享受享受嗎？你有多遠滾多遠！”龐統起身，不慌不忙走了出去。沒過多久，劉備的酒醒了一半，後悔了，又叫人去把龐統給請了回來。龐統是回來了，但他坐在那裡自己吃自己，既不道歉也不解釋，這個氣氛就有點僵了。劉備這個時候就舔着臉問龐統：“士元啊，剛才那件事情你覺得是誰對誰錯？”龐統淡定地說：“君臣俱失。”劉備聽完哈哈大笑，接着奏樂，接奏。在這一段，裴松之在注裡給了2個分析，我覺得都很有道理。第一個是東晉史學家席昭尺的觀點。龐統是正直的大臣，劉備是能納諫的明君。龐統在公開場合指出劉備的錯誤，雖然沒有顧及領導的面子，但他把可能擴散到最壞的影響降到了最低，這才是真正的忠誠。第二個是裴松之本人的觀點，他認為龐統說君臣俱失，其實不是在公平裁判，而是在幫劉備分擔責罵。龐統自己知道，奪取劉璋地盤這件事情本質上是先前幫劉備在詭辯，把劉備的心理包袱降到最低。但是從他內心，他也是有內疚的。他當着劉備的面說“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這句話的時候，情商是低了點，但他確實是聽到劉備嗔樂之言，本能的做出了回應。最後各打50大板，既保全了劉備的名聲，也沒有讓自己的直言變成日後的政治隱患。所以龐統的直從來不是不懂變通的，他的每一次發言都有他清晰的邏輯，這一點也是非常難得的。涪城之後，劉備繼續向成都推進，在洛城遭到了劉璋軍隊的頑強抵抗，整整打了1年都沒有打下來。214年，龐統決定親自率軍攻城。這裡演義裡說諸葛亮夜觀天象，寫信預警，龐統不聽，最後被張任埋伏。但在正史裡就一句話：統率眾攻城，為劉氏所中，卒時年36。箭是誰射的不知道，但不是張任。消息傳回，劉備良久無語，然後是壓抑不住的痛哭。史書記載，先主痛惜，言則流涕。劉備這個人，史書裡說他喜怒不形於色，但在他為數不多的幾次落淚中，龐統之死算是其中一個。龐統的死有一種極強的命運感，一個在最關鍵的時刻趕到的人，在最短的時間裡發揮了最大的價值。最後他在戰場上消失了，就像一顆流星一閃而過。龐統死後，劉備追謫關內侯爵位，追謫晉侯，晉者有平定安寧之意。隨後拜龐統父親為議郎，後升為谏議大夫，然後讓諸葛亮親自去執行任命的程序。這個細節足以說明劉備對此事的重視程度。關於龐統的水平，史書上對他的評價也是兩極分化的。有人說，龐統如果不死，諸葛亮坐鎮荊州，龐統治理益州，兩路北伐，漢室可興。也有人說，龐統的謀略其實平平，和諸葛亮根本不是一個檔次。我個人覺得，兩個人其實沒什麼好比的，兩個人的定位完全不一樣。諸葛亮27歲出山，一直到五丈原，奉獻了自己的青春和人生，這是任何人都無法相比的。我們不能用貢獻程度去評判兩個人的綜合能力。從龐統一生的軌跡來看，他是靠真實的學識和見解，一步一步地征服了龐德公，征服了司馬徽，征服了周瑜、魯肅、諸葛亮等人，最後也是他自己靠實力征服了劉備。
有了这些人的高度評價，龐統的綜合能力必然不會差。鳳雛這個稱號，他完全擔得起。陳壽在《三國志》裡將他比作我們上期聊的荀彧，也就是說，龐統其實更接近於輔佐型的謀士。有人高估他，也有人低估他。或許真實的龐統可能就是在這兩種評價的中間，他有自己的認知，也有屬於自己的價值。我個人覺得，鳳雛龐統36歲就結束了的人生，他的故事還沒有寫完，但他的名字和諸葛亮並列流傳了2000多年，這本身已經是一種不簡單的結局了。好了，關於龐統我們就聊到這裡，各位怎麼看？也歡迎把自己的想法打在評論區。最後別忘了點讚訂閱，有條件的小夥伴可以點擊下方的超級感謝按鈕，感謝支持。我是卡洛，我們下期再見。